嗨，大家好，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房子改造的整体状况如何。我们现在这个房子现在从这里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，带大家到里面去就知道这个变化有多大了。我们现在呢正在做这个房子的基础部分，大家看我们这个巷道这里，到时候我们把它全部改造好以后，这里是一个2米宽的路。我们的3轮车，无论是3轮车还是小车，其实都可以开到这里来。只可惜我们院子太小了，只能开过来，然后倒着过去。所以说，我们把这个房子整体做好以后，这里我们也要加一个围栏，把它围起来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环境就比较干净一些。大家看，这就是我们最近打的地基，非常的稳固。我们是用商标的这种标准来做的这个地基。我们1袋水泥就只炒了2锅，就是放在那个搅拌机里面。我们搅拌机很小，这已经是放了很多的了。这个灶台呢，我们也要把它拆掉。这个灶台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美好的回忆。我们在这里来了几年，这个灶台就存在了几年。这个灶台当初是老爸来打的，打了2天，然后小青的姐夫又来给我们砌这个砖。然后这个灶台你看已经用了这么多年，就是还是有点舍不得的。然后这里这是我们打了第2个孔砖，每一个孔砖都很牢固，大家看很坚硬。特别是这里这个孔砖啊，因为它很薄很薄，也就20公分的这个深度，但是可能也是整个房子最牢固的一个地基，因为我们放了很多的钢筋在里面，就感觉人家做桥都没有放这么密集，我们就做一个小小的地基，放了这么多钢筋，无论是上面修个10层，师傅都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我们这个地基是按照近5、6层的标准来做的。这个地基当初我们人站在里面都看不到人的，有1米多深，大概快2米深了，也是我们费了很大的功夫把它打起来的。还好我们买了那个滚筒机，没有滚筒机的话，就这么一个坑，可能我们就要做1天才能把它完成。那一天我们就只做了3个，就这里1、2、3数出去做了3个孔砖，看一个没有？每一个孔砖我们都给它留了有一个10几公分高的这个落差，然后我们到时候那个钢筋笼放在这里的时候，就会把这层水泥又给它盖住，把那个钢筋给它固定在里面，上面就开始装那个盒子了。还有这是我们大厅外面的一个地基，这里也是很深的，当时一直担心这个会有很深挖不到底，但是我们也是挖到1米多深，就已经看到硬山了。所以说我们这里这个地基也是很牢固的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，我们这个大房子一共有12个这个孔砖。师傅说我们这个房子到时候建好，把这1楼盖板，2楼把那个砖砌上顶以后，我们这个房子都是纹丝不动的。如果说我们不想拆掉的话，这个木房子的框架还是可以保留。但是我们只要这个柱子起来后，我们这个木房子该拆的这些木梁都要把它拆掉。这每一个孔砖都是很牢固的，无论是怎么弄，它都不会有下沉的这种迹象。看这些孔砖虽然比较轻，但是我们用的这个料是非常足的。还有这边，最让我头疼的就是这边的位置，因为我们要买这个下水管。这些下水管我那天也是想了好多的方案，然后才决定在这里留一个3通，留2个3通，这里过去一个，还有这里到楼上去，因为我们这个主卧室是安排在这个房间的，到时候这1根管子上去的话就跟着墙走，这样的话它也可以做隐藏式的管子。这里过去是因为我想的是，我们想在这边院子里留一个公共的卫生间，
如果说要洗手啊、上厕所啊，就不用特意跑到厨房那边去，因为厨房那边我们也是要设计一个卫生间的。这里设计卫生间主要的原因还是想的是以后在这里洗手、洗衣服方便，因为我们这里是一个小小的院子嘛，到时候晾衣服啊，晾在院子里面也是比较方便的。然后这里有一个，我们为了好方便运这个材料过来，然后这个给它盖住了，这里的这个孔桩也是比较轻。然后这边全都是那个风化石，我们是用定水凿下去的。其实，很多人说你们这个都是硬山了，你不下这个孔桩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来福，你看，这里这个孔桩是非常大的，是1米多，乘1米的，乘1.5米的。看这么宽的距离，为什么要把这里这个基础下这么宽呢？是因为这里这根柱子它要承受一根很宽的横梁，大概要承受6米的横梁吧，就这么宽的一个跨度。为什么中间我们不打柱子呢？是因为我们上面不修房子，也不盖瓦，所以说上面就只是一个这个房间的一个平台，到时候在房间里面走出来就可以在平台里赏赏月呀，晒晒太阳，这些都是很美好的想象啊。这些不过我们都要慢慢的实现了。你看，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这棵李子树也是陪伴我们最久的。每天渴了就可以去摘水果吃，也是要吃几个月都吃不完的。现在我们院子里面这水果是越来越多了。我们一开始来的时候就只有一棵李子树可以吃，然后渐渐的我们在这里通过几年，这棵橘子树也被我们养得这么高了。看，这些今年是结的很多。然后我们院子里面现在不仅有了李子树、橘子树，还有桃树，还有柿子、柚子，还有葡萄。慢慢的，这个院子感觉都要变成我的果园了。叶恒他们也是非常喜欢这些果树的。现在虽然看不出来，到时候给它修好了，效果就出来了。可惜啊，我们这个院子太小了。我想摘水果啦，小贤又想种花，后来我就说小贤，这个院子要不我们就来种水果吧，我们到时候种花在楼上种，因为我感觉。这个水果要是种在楼上去的话，它肯定没有种在下面这个效果好，因为这下面的土层比较厚。那个花种在楼上的话，土层薄一点也没有事儿。你看，我们现在这个柿子树今年也开花了，不知道会不会结果。但是小贤这些花确实开得非常的漂亮。院子里面不仅要有这个果树，还得有花。到时候这些花我们就让它直接像这样。清出去，搭在这个墙上，就成为一道花墙了。真的是太美了！这里，大家现在看到我们这个院子，别看现在是一片狼藉、乱七八糟的，其实它每天都在变化。已经慢慢的成为我们想象中的一个院子了。现在已经能看出以后的样子。这个院子我们也是慢慢的给它填平了。到时候我们这个小院里面也会给它好好的打造一下。这个房子我们也会布置那些灯光，但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，我们的房子都会特别的漂亮。